这个女人故意落水，想让心爱的男知青上演一场英雄救美的戏码。谁知阴差阳错被村里有名的恶汉郑航川救了。女人根本看不上郑航川，因为他不但凶神恶煞的，甚至还有2个孩子。但一向疼她的父亲却坚持让她嫁。陈宝珠就想放火烧嘎郑航川，幸好那天晚上郑航川没睡着跑出去了。今天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也是女人要逃跑去找她的心上人的日子。而这个时候，现代女企业家穿越到了这次身体里。听说新媳妇不愿意这门亲事，是没办法了才嫁过来的。陈宝珠掉水里，被郑航川救了，不嫁给郑航川能嫁给谁？可怜啊，一进门就要当后妈，那2个孩子都不正常，有得他愁。陈宝珠迷迷糊糊的醒来，闹不清眼下是个什么情况。请问，一句请问让郑航川满脸问号。他今天怎么会这么有礼貌，竟然还说亲？别人都说陈宝珠长得漂亮，还是初中毕业，是山村里的金凤凰。但这半个月下来，郑航川却比谁都清楚她漂亮的外表之下是多么贪婪歹毒。陈宝珠，我也不想娶你，等会儿宾客散开，你就可以走了。郑航川抬手甩了什么包裹过来，陈宝珠吓了一跳，那东西直接掉在他怀里。你的东西自己拿好，从今往后你我再无干系。不是你把我买来的？买，陈宝珠，是我多管闲事救了你，但你提的条件我也都答应了。今天你家里人都没来，你要去找你的心上人只管去，但你答应的证明信件也要留下，省得你爸妈到时候来找我要人。陈宝珠听得愈发迷糊，她哪有什么情人？对上郑航川冷酷的目光，陈宝珠突然灵光一动。你叫郑航川，现在是哪一年？陈宝珠，你在装什么傻？现在是1973年。现在是春天吗？陈宝珠，想装傻你随意，但别打扰我。一会儿人都走了，你也跟着离开就行。说罢，他直接走了。陈宝珠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他居然穿书了。书中的女主是气运小妇女陈宝珍，运气逆天不说，周围人都宠她，最后嫁给知青丈夫，一辈子顺风顺水，还成了全国首富。陈宝珠则是对照组恶毒女配，做天做地破坏男女主感情。今天逃婚之后，她就会被人贩子卖到南方。原主不但身心受到伤害，还害得家人也一生孤苦。是这样吗？没错，村西头第一家。听说新媳妇儿很俊，这样送到南方肯定大赚一笔，咱们自己分钱多好，干嘛要跟那个二混子分钱？陈宝珠悚然一惊，意识到这是书中卖掉原主的人贩子。只是瞬间，陈宝珠已经紧张的额头冒汗。或许就是他的信念太强，陈宝珠只觉一阵眩晕，身影便消失在仓房内。谁的？难道是跑了？该死，咱们走。陈宝珠此时正在他熟悉的超市里，是他亲自策划建造的全市最大仓储式超市，从日常用品到各类美食、家电器具、医学药品，应有尽有。我这是有空间了，还是我一手创办的超市？陈宝珠又等了一会儿，确定那2个人走了，才从空间出来。他发现身上的负面状态全都消失，精神饱满。难不成空间还有治疗的效果？吱呀一声，门被推开。陈宝珠以为那2个人贩子回来，下意识要从空间拿武器，结果一回头却没见到人，低头才发现一个灰扑扑的小团子正趴在门缝，小心翼翼往里面探。察觉到陈宝珠的目光，小团子嗖的消失。陈宝珠眼底闪过一抹笑意，他好奇上前打开门，结果2个灰扑扑的小团子就扑通趴在地上。你们没事吧？陈宝珠连忙上前一走一个把2个小团子扶起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突然陈宝珠右手剧痛，他下意识抽回手，不等开口，那咬人的小团子就放声大哭。明明是伤人的，却委屈极了，只一双乌溜溜的眼睛特别凶狠。另一个小团子见状也怯怯地哭了起来，猫似的声音特别可怜。陈宝珠看了一眼被咬出血痕的手，及时头疼。别哭了，明明我才是受害者。哭声一阵比一阵大，简直要掀翻屋顶。陈宝珠想起来小孩子肯定喜欢吃糖，她从空间拿出几块糖果。不哭的人可以吃糖。这个女人没结婚，却有2个4岁大的孩子，原来她是穿书而来的，睁眼就成了2个宰宰的后妈。看着眼前2个啼哭不停的小团子，陈宝珠从空间里拿出了几块糖果。不哭的人可以吃糖。哭得最凶的小团子哭声渐弱，陈宝珠能看出他在挣扎，却倔强的不停哭。而另一个猫似的小团子嘴馋的吧唧了2下嘴，哭不出来了。糖吃。软糯糯的小奶音，听得陈宝珠心都化了。他拨开糖纸，把奶糖塞到他嘴里，甜甜的奶香味儿在嘴巴里化开。小女孩笑了起来，眼睛月牙似的，就算脏兮兮的，竟也有几分可爱。枯黄的短发上还挂着稻草，陈宝珠伸手把稻草摘掉。小孩，你是哪家的？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另一个小团子也不哭了，戒备的一拽妹妹。陈宝珠第2次听到坏后妈这个词，这才想起来郑航川确实带了2个孩子，是一对龙凤胎，今年4岁。3年前郑航川一身伤回来，还带了2不满周岁的孩子。郑航川说孩子不是他的，但没人信，以至于他26了还是单身。陈宝珠看着眼前的2个孩子，明明4岁了，
长得却像2岁多的样子，头发枯黄，应该是营养不良，看着有几分可怜。既然成为他们的后妈，我就不会不管。你们想不想吃东西？小石头吓得眼睛瞪大，拽住妹妹小鱼就跑，结果却没拽动。小鱼快跑，他要欺人！陈宝珠没多想，只当他童言童语。这小豆丁怕得要死，却不忘妹妹，倒有点可爱。陈宝珠干脆将小鱼抱在怀里，才发现小鱼意外的轻。他观察着这2个孩子，小石头机警聪明，防备心重，小鱼却反应迟缓，基本不说话，像自闭儿童。陈宝珠的心又软了几分。你放开我妹妹！你说我要欺小孩？谁说的？陈宝珠故意抓起小鱼的手，做事要咬。小鱼没有反应，小石头气得眼睛都红了，更多的却是害怕。是张奶奶。张奶奶？她是谁？她为什么这么说？不愿再提张奶奶，也不知道这个张奶奶跟孩子说了什么，才让这孩子看她跟仇人似的。陈宝珠的心定了定，怕孩子们冻坏，扭身就回去仓房。陈宝珠将小鱼放在炕上，拿出几张湿巾帮小鱼擦手，2只小手又黑又干，手背皲裂，刚碰到湿巾就疼得缩手，红了眼眶。陈宝珠连忙把湿巾拿开，小石头以为妹妹怎么了，冲过来想打，却被陈宝珠顺势拎起来放到炕上，跟小鱼排排坐。小石头懵逼的样子逗笑了陈宝珠，再凶也只是个孩子。小石头从他身上感觉不到丝毫的恶意，反倒觉得他的眼睛真好看，暖暖的，让他想看还不敢看。下一秒，小石头也感觉到了手疼，小石头嗷的一下，张嘴就要咬陈宝珠。再乱动，我欺了你妹妹！小石头顿时吓得不敢动，小鱼也被吓到，扁着嘴，想哭还不敢哭。小鱼乖乖的不吃你，我先给哥哥擦，再给你擦手，有点疼也要忍着，知道吗？小鱼眼中噙着泪，还是乖乖的点头，用了大半包湿巾，终于把2个小孩的手脸都擦干净。很意外，这2小孩长得都很出众，跟画报娃娃似的，就是太瘦了，有些脱相。陈宝珠又拿了没有香味的儿童润肤露给他们擦脸和手背。小石头不知道陈宝珠在干什么，但擦完那个膏之后，手背跟脸上那火辣辣感觉就舒缓了下来。这种感觉是小石头从未有过的。记忆中冬天手和脸就是应该那样又疼又干，碰到水更疼，他都习惯了。原来可以不用疼的吗？在看向陈宝珠的时候，他眼底带上些探究。这时他的肚子咕噜噜的叫起来，特别大声。小石头连忙捂着肚子，生怕陈宝珠听到。你饿了？小石头心虚又倔强的样子让陈宝珠失笑。等着。小石头撇撇嘴，有些不屑。等又等不到吃的。张奶奶说了，不止今天没饭吃，明天也没有。敢告诉爸爸就打死我们。我不怕饿，但是今天小鱼已经饿哭好几次了，必须给小鱼找吃的才行。突然，小鱼伸手到哥哥面前，那小小的手掌上放着2块奶糖。小石头没吃过，但看村里其他的小孩吃过，特别好吃。吃。小石头对上妹妹关切的目光，红了眼眶。小鱼吃。小鱼却执拗的不肯手回收。小石头干脆把糖拨开，塞到妹妹嘴里，但第2块小鱼怎么都不肯吃，小石头才自己吃。真甜呀！陈宝珠透过窗户看到这一幕，不忍心打扰。等2个孩子吃完糖，他才拿着馒头和油纸包的烧鸡进去。刚打开油纸，烧鸡的香味儿已经让2个小只流口水了。在张奶奶家吃饭，我跟小鱼从来都吃不到肉。上次张奶奶给张大壮做炒肉片吃，我偷吃了1片，被鼻子出血，还挨饿1天。只有爸爸来，张奶奶才会给他们吃饱。偏偏爸爸很忙，几天才来看我们1次，好饿啊！看着小团子都可怜兮兮的，陈宝珠撕下2条鸡腿递过去，1人1个，吃吧，但馒头也要吃，知道吗？但2个小孩都没动，小鱼有些怯生生，小石头则是戒备。真不知道这2个孩子经历了什么。陈宝珠把鸡腿往前又递了递，吃吧。温柔的眼神和笑抚平了小鱼的不安，他这才拿着大鸡腿小口的吃了起来，很秀气。至于小石头就更简单了，你要是不吃，饿着肚子，我抱你妹妹走你都追不上。冷冷的话语刺激到小石头，他一下子扑过来把鸡腿抢走，背对着陈宝珠大口吃起来。我要多吃东西，快快长大。但今天好像也没欺负我们。陈宝珠拿着搪瓷水缸，他逼着2个孩子拿了矿泉水倒上给他们。慢点吃，喝点水。家里的烈士姨姑没办法得到很好的照顾，他就高价聘请了张婶子给家里的孩子做饭洗衣。可谁知张婶子阳奉阴违，郑航川给的钱和食物全部进了自己孙子的肚子。如今郑航川要结婚了，他害怕自己的工作不保，就想方设法的想让他们结婚不成。我可怜的石头啊，小鱼，你们都被欺负死了。小石头脸色微变，忙爬下炕，还不忘去拽小鱼，藏到了隐蔽的角落。陈宝珠，别以为你嫁给川子就能欺负2个孩子，我第一个不同意。
说话要负责任。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欺负孩子了？我当然2只眼睛都看到了。那你眼睛真的不好用。凉凉的语气把张婶气得不轻。这时院子进来7、8个妇女，张婶顿时像有了主心骨。大家来评评理，陈宝珠这丫头结婚之前就不愿意嫁给川子，把房子烧了。现在她进门就要弄死这2个孩子，可怜我照顾俩孩子2年，早当成亲生孙子孙女。今天2个孩子听说川子结婚，悄悄跑过来看后妈，结果就这么被害了。张婶一边哭嚎，一边狠狠地捶大腿，好似真的伤心到极点。陈宝珠此时不知他目的，谨慎的没有戳穿，故意学着原主的样子不耐道：“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看不出孩子说我害的，证据呢？谁不知道小石头和小鱼难带？他们在的时候吵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现在这么安静，肯定出事儿了。对，那俩孩子最难带了，特别是小鱼，动不动就尖叫，怪吓人的。”张婶帮川子带孩子已经是劳苦功高，还这么关心孩子，真是不容易。宝珠，你快把孩子交出来吧。陈宝珠听着直皱眉。小石头虽然凶，绝称不上坏孩子，也不闹腾。小鱼不说话，但真的很乖。宝珠，你就算不愿意嫁给川子，怎么能对孩子下毒手？你以为这样，你跟川子就能过得下去？可谁能证明孩子来过我这？我看到了，2个孩子进门了，结果半天没有动静，肯定是被你害嘎了。张美丽，你觉得孩子来找我会有危险？当然，谁不知道你根本不想嫁给川子哥，2个孩子更是你的眼中钉。川子哥，该不会是郑航川的爱慕者吧？陈宝珠打量的目光让张美丽很不舒服，就好像她心中那点隐晦的小念头都被挖出来，摊开在阳光下无处躲藏。既然你觉得这么危险，为什么当时不来找孩子，现在才来？张美丽被问住了，正义愤批判陈宝珠的人也都愣住，下意识看向张美丽，那眼神让张美丽难堪的脸涨红。该不会是你故意让孩子过来，就为了让大家来骂我吧？你胡说！张美丽已语无伦次，但就在她要开口时，却听小孩子的呼痛声。陈宝珠心里咯噔一下，顾不上张美丽他们，连忙上前：“别碰我妹妹！”张婶高兴的差点笑出来。大家快看呀，陈宝珠果然给2个孩子下毒，要害嘎孩子。天啊，真的是下了毒啊！看孩子难受的。陈宝珠一把将小鱼抱起，先带孩子去卫生室，不然孩子有事儿，你就是我的帮凶。我是护某氏，这俩孩子明显中毒没救了，陈宝珠肯定是想趁机逃跑，绝不能让陈宝珠救人。只要孩子没了，川子哥肯定会跟陈宝珠离婚。你说的这么厉害，我还以为你是医生呢。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我的2个孩子要是出事儿，你们都是共犯。张美丽，你医护人员，耽搁救人的时间，你看看你工作还能不能保住？我不跟你走。小石头很不配合，用力挣扎，他怀里又抱着一个小鱼，根本没办法将小石头也抱起。你再挣扎，你妹妹救不过来了。小石头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陈宝珠懒得计较孩子说什么，费力的把小石头也抱起来。2个孩子再瘦也40多斤，陈宝珠都不知道自己哪里来这么大劲儿，把他们抱起，快步往外跑。刚出门却差点撞到人。我来。陈宝珠狼狈抬头，就见郑航川沉着脸将2个孩子接过去。郑航川，我没有给孩子下毒。郑航川竟从他的眼中看到了真诚。先带孩子看病。郑航川抱着孩子离开，陈宝珠忙跟上去。爸，我要是嘎了，你把我跟妹妹埋在一起。别胡说，你们嘎不了。小石头还要说话，林医生却突然在小石头的穴位上重重一按，小石头哇的一下就吐了。林医生如法炮制，在半昏迷的小鱼肚子上一按，过了2秒，小鱼也吐了出来。陈宝珠一路跑过来，看到的便是这么一幕。孩子怎么样了？老林，2个孩子是不是没救了？肯定是中毒了，看都吐了。刚感觉好点的小石头吓得脸更苍白。我果然是要洗了。郑航川骤然看去，不善的目光下的那妇女心里一个机灵。我说的是实话，川子，你要是生气，你就找下毒的人去，又不是我害了小石头。我没下毒。我知道你没有。陈宝珠讶然看去，正对上郑航川漆黑的眸。你没那么蠢。正尴尬间，落后的张婶终于赶来，她跑到郑航川面前，做出担心的模样。川子，孩子们怎么样？都是我该死，一个没注意孩子就跑回家去，被宝珠给害了。张婶本就长得富态，面容和善，这么一哭，就是郑航川都不好意思再责备。孩子调皮，身体也不好，张婶受累，但现在还不知道孩子是怎么回事，未必跟他有关。陈宝珠有些意外，郑航川居然会帮他说话，看来郑航川比他想的还要正派，他放心不少。张婶的脸色就不太好看。川子，孩子被害成这样，大家都看到是陈宝珠做的，
我们这么劳累，川子你可不能偏向外姓人。张婶还斜了陈宝珠一眼，陈宝珠受不了那茶味，直接开队。确实挺累。张婶，你知道孩子跑来找我，却不直接过来，而是找这么多人，张婶跑了不少路吧？真费心。林医生，孩子们怎么样了？要不带他们去镇上看看？孩子没中毒，这不可能。刚刚信誓旦旦说陈宝珠下毒害人的人都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吵嚷起来。那孩子怎么会那么难受？虽然只相处没多长时间，陈宝珠却有些喜欢这个不太会说话的安静小团子。两个孩子是饿得太狠，应该4、5天没吃，乍然吃点大油水就受不了，吐出来就好了。这话让那些婶子大为震惊，特别是张婶更受不了这个结果，很是心虚。这几天我确实给2个小东西吃的少，不难受，孩子怎么会闹？但绝对不至于饿坏啊！老林，你是不是看错了？这2个孩子分明是被人害了。张翠芬，你说什么胡话呢？我们家老林祖上是京城大药房的老大夫，厉害着呢，是不是中毒他还能看不出来？川子让你带孩子，你把孩子带的吃口肉都要嘎了，还不知道你平时克扣了孩子多少口粮，不要脸！张婶想回嘴都没机会，陈宝珠看得叹为观止。郑航川让张婶带孩子是给了口粮的，那孩子还被饿坏了肠胃。张婶，我先把孩子送回去，孩子的被褥在你那，晚点我去拿过来。张婶有些急，那可是2床新被褥，拿走了他2个孙子怎么办？川子，婶子是真的疼小石头，可不是故意对他不好。你说这么多年，小石头跟你相依为命，你突然娶老婆他接受不了，你就让孩子继续住我这里吧。孩子都这样了，住你那有个3长2短，你能负责吗？郑航川看向陈宝珠，那眼神让陈宝珠感觉莫名。宝珠说的就是我想说的。陈宝珠有些懵。宝珠，我什么时候跟郑航川这么熟了？郑航川冷眼看着张婶，不说话的时候脸色的锐利更明显。张婶有些害怕。不能！不等他说话，刚睁开眼的小鱼却冲陈宝珠伸手抱。郑航川心头巨震。小鱼，你说话了？说话有什么奇怪？他见不得小鱼猫似的可怜样，将小鱼接过来。小鱼乖。小鱼刚到陈宝珠怀里，就紧紧地搂着陈宝珠的脖颈，异常依赖。林医生，小鱼和小石头要吃药吗？有什么要注意的？是药3分毒，能不吃尽量不吃。陈宝珠问得仔细，郑航川看着一身大红新衣服的他抱着灰扑扑的小鱼，并未有丝毫嫌弃，手还一直轻轻地拍着小鱼的背，更别说小鱼还因为陈宝珠说话了。郑航川在看陈宝珠的时候带着些感激，明明是他养大孩子，可是却跟今天刚结婚的妻子格外亲密。累不累？我来抱小鱼吧。结果他刚伸手，小鱼连忙把脸转向另一边，无声的嫌弃特别明显。郑航川愣神的表情让陈宝珠不禁笑起来。小鱼很轻，抱着不累。郑航川这才想起2个孩子被饿坏了肠胃的事，表情有些沉重。我的意思，我力气挺大的。陈宝珠，我之前让你走，你却没走，你真的要留下吗？还是别有目的？我想留下来。陈宝珠并没有迟疑，他只是在考虑怎么说服郑航川。谁知他只是说了一句我知道了，便抱着小石头继续往前走。2人回到家中，不等郑航川说话，陈宝珠就换上自己的新被子。你确定让2个孩子睡这被子？陈宝珠早上还在说，她陪嫁的被子不许我和孩子们碰，嫌脏。当然。陈宝珠觉得他太啰嗦，干脆给小鱼脱掉鞋子塞到被窝里。崭新的被子跟陈宝珠一样看起来鲜亮，都跟这个破旧的仓房格格不入。明明早上迎亲的时候陈宝珠都还在闹，说她要去找心上人，可现在这样一个骄傲的像天鹅的女孩，此时却毫不嫌弃地抱着脏兮兮的小鱼，给2个孩子吃烧鸡，现在更要将陪嫁的被子给孩子用。一个人真的会突然变化这么大吗？你先在家，我出去打个野鸡。说完就拿着铁锹出去了。陈宝珠把孩子哄睡后才出去熬粥，刚到院子就有人鬼鬼祟祟地走着进来。陈宝珠，你怎么回事啊？说好了你给我1块钱，我带你去找庄志清，你怎么到现在还在郑航川家？陈宝珠这才想起这一出。原主计划结完婚就跑，找了陈东山的朋友刘柱子帮忙带他去市里，结果原主被带到山里就被刘柱子糟蹋了，然后卖给早已等在那的人贩子，弄去了南方。越是靠近，刘柱子越激动。宝珠，咱们快走吧，我等你等得好着急。听到声音偷偷下床的小石头看到这一幕快要气死了。就在小石头准备冲出去时，就见陈宝珠反手扣住刘柱子的手腕，一个过肩摔。刘柱子感觉自己的腰都要断了。宝珠，你干嘛？抱歉啊，你突然跑进我家，我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反应，不是故意的。要不我扶你起来吧。美人惹人爱，刘柱子顿时被迷得5迷3道的忘了疼。好啊，好啊。他冲陈宝珠伸出手，笑得色眯眯。可陈宝珠却上前一步，刚好踹在刘柱之间，撕心裂肺的疼让刘柱子瞬间表情扭曲。小石头吓得连忙双腿夹紧，哪里还敢上前？
哎呀，抱歉，我怎么没注意踩了你一脚？你没事吧？他唇边含笑，但眼底却是一片冰凉。没事。原来没事啊。陈宝珠又加大力道，这下刘柱子疼得直翻白眼。刘柱子也顾不上什么计划，忍着疼爬起来，捂着下身疯狂逃跑。陈宝珠有些不太满意，他才刚开始，刘柱子怎么就怂了？陈宝珠看向了另一旁已经看呆了的小石头，是不是饿了？小石头哪里还敢说话？原书中郑航川只在结婚的时候出现过，后面就再也没提到，两个孩子更是一笔带过，可想而知结局也不好。既然我来了，就不能不管。熬好粥，陈宝珠盛了2碗端着进屋，吃饭吧，不好好养身体。你妹妹怎么办？小石头的表情闪过一丝挣扎。陈宝珠把小鱼叫醒，给他喂了点粥，喂完把小鱼放到床上，走了出去，才听到小时候的吸溜声。他打开了之前郑航川给他的那个包袱，里面是一些衣服，还有80多块钱。原主只有20多块钱，剩下的60应该是郑航川塞的。本来就是陈宝珠名声受损，必须嫁过来，但陈宝珠不服气，把郑航川的房子烧了。陈家很不好意思，说好开春之后会帮忙盖房，还出房梁活泥坯，但郑航川拒绝了，为此陈家就没要彩礼。结果郑航川却塞到了包裹里了，难怪记忆中那么疼原主的父亲坚持让宝珠嫁过来。可惜原身看不透，一心想攀高枝。没一会，郑航川就带着一只野鸡和一些精细口粮。这是2个孩子的精细口粮，我从张婶子那拿的。房子下面有个地窖，家里的粮食都在里面。张婶就这么轻易让你把东西带回来？她不敢不给。那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强势，让陈宝珠心跳都快了1分。这个男人行动力真强，我不会处理野鸡。等会我来弄，你跟我来。陈宝珠不解地跟上去，就见郑航川来到被烧毁的房子这里，拿开墙角的几块木板，打开地窖入口。郑航川打开手电，手电筒在这个年代绝对是稀罕物。陈家有一个，但陈宝珠的父亲是大队长，3个哥哥个顶个的能干，结果郑航川也有。萝卜、土豆、大白菜都不少，缸里面装满了红薯和玉米，这在当下绝对是个富户啊。郑航川从口袋中掏出一沓子票和钱，这里有200块钱，以后就交给你保管，还有这些粮食，你都可以随意支配。陈宝珠却没接，反而后退一步。郑航川，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和东西？我不希望你是个违法乱纪的人。放心，这些都是合法得来的，不会影响到你跟孩子。那我要付出什么？我希望你能帮我照顾2个孩子。我这大半年太忙，很少在村里，孩子吃睡都在张家。每次我去接孩子，张婶都给送出来。这次我去没提前打招呼，却看到张婶2个孙子都白胖白胖的，小的那个明明跟石头差不多大，却比小石头和小鱼加起来还胖。我不会做饭，没洗过衣服，也就是能打扫下卫生，不能确定可以照顾好他们。我工作很忙，2个孩子之前交给张婶带，但孩子却被饿成这样。我只希望2个孩子吃饱穿暖，你不要打他们，最好也别骂。就这些？我最近工作很忙，早饭我多做点，中午你跟孩子热一下吃，晚上我能回来就我做，如果我回不来，就早上一起都做好。陈宝珠真的惊讶了，不要说在这个时代，就是在现代，愿意帮妻子分担家务的都少，更别说郑航川并不要求我去学做饭，而是他自己做。陈宝珠突然觉得嫁给郑航川不是一件坏事。可以。陈宝珠，有件事你必须知道。什么事？虽然小石头跟小鱼不是我的孩子，但他们的父母是我最重要的朋友，我有义务也有责任照顾他们。还真不是亲生的啊。陈宝珠可没忘，看到2个孩子不好，郑航川这个硬汉都红了眼眶，那种发自内心的疼爱是骗不了人的。我知道了，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我以后不会要孩子，其实我也没想过结婚。陈宝珠，我也不会碰你，如果你愿意留下，我可以将你当做战友，一辈子都不背叛的那种。陈宝珠太意外了，有钱有粮，还不用伺候男人生孩子，世界上还有这种好事儿。不过我会补偿你，1个月50块，粮食我会解决，你有其他要求也可以提。1个月50块，这么多？郑航川，你真的没做违法乱纪的事儿？没有，放心，我的钱都是正经途径来的，只是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但绝对不违法。我以我的生命起誓。挺拔的身姿，坚韧的气质，铁骨铮铮，陈宝珠心一下子就安定了。那行，如果我做的不好，你可以告诉我，但不能因为我拿了你的钱就低你一等。你我平等，只是分工不同，我做的不够，也请你指正。我爹娘不在了，没人给我张罗，没娶上媳妇儿。怎么了，头儿？你想娶媳妇儿了？头26了，该娶媳妇儿了。不过女人见了头都绕着走，恐怕娶媳妇儿很难。我娶媳妇了，该不会是女仗势吧？普通女人可扛不住桃儿这体格子。明明是回门的喜庆日子，可却突然传来了噩耗。宝珠丫头，你快点回家吧，你爹快死了。陈家此时一片愁云惨淡，
身为大队长的陈胜此时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脸色煞白。宝珠娘，你跟我出去说。就在这里说，我要让陈胜好好听听，他那个宝贝闺女把他害到什么地步。人家大和尚早就说了，陈宝珠只要他在，你们早晚都被他害个。几乎昏迷的陈胜闻言脸抽动了下，似要反驳什么，但他已经没有力气说话，反倒把自己气得晕厥过去。孩子他爹，林大夫，快看看！是怒急攻心，晕了过去。吴桂花最了解丈夫，他们夫妻4个孩子，最疼的就是唯一的女儿宝珠。都怪我，要不我跟你说闺女逃婚了，你也不会大晚上出去找闺女，结果从山坡上摔下来。林大夫，宝珠爹还有救吗？这种情况必须送去市里，我现在去熬药，应该能让大队长撑3、4个小时，可到市里起码7、8个小时，时间根本就不够。吴桂花只觉一阵天旋地转，这是没救了。你这个哒哒哒陪我儿子，我的阿胜就是被这母女俩坑死了。陈宝珠那个哒哒在哪儿？娘，宝珠不是。陈宝珠一路跑过来看到的便是这一幕：苍白若死的父亲，被欺压的母亲。我看你才是哒哒。娘，你怎么样？爹现在怎么样了？你这孩子是傻啊，干嘛回来？娘，我爹到底怎么样？吴桂花看向晕过去的丈夫，心如刀割。家里3个儿子都被陈胜支出去，现在根本赶不回来。农村里只有1辆牛车，根本没办法把人送去市里。一旁的林大夫看到陈宝珠，却像是被提醒：宝珠，你问问川子，他那有没有野山参？野山参能救我爹？郑航川有没有他不知道，他的空间药店里倒是有很多珍贵药材，100年的野山参就有5株。对，其他的药材我那有，只要喝了药，起码能吊1天命，就算是牛车也来得及送市里。等我就跑出去找郑航川。结果刚出院子就看到郑航川背着背篓，怀里抱着2个孩子跑过来。岳父怎么样？我在家里收拾了药才过来。正因如此，他这会儿才到。你知道哪有野山参吗？没有，岳父要野山参，我来想办法。他之前挖到过1根野山参，但上交了，不知道那根野山参有没有用。郑航川把孩子放下，却被陈宝珠拉住胳膊。郑航川，我能相信你吗？野山参可遇而不可求，他其实也没指望郑航川真的有。陈宝珠是想自己救人，但这个弄不好就会被当成怪物。比起人多嘴杂，让郑航川帮忙是唯一的选择。郑航川虽然不知道陈宝珠为什么这么问，他还是点头。拿，明明很可能只是虚伪的承诺，但在此刻无助的陈宝珠看来却是救命稻草。他假装从兜里拿出野山参，塞到郑航川手中。你去给林医生，就说是你之前挖到的。这只明显比他之前挖的那只年份要久。你不怕我拿着跑了？我相信你。郑航川把那株野山参交给了林大夫。居然是100年老山参，有救了。林医生，真的吗？真的，我本来以为最多也就能找到10几年的人参，现在有了这100年老山参大队长的命，起码能保1天。我现在去熬药，宝珠丫头，你快收拾点行李，半个小时后就走。好。陈宝珠进屋，吴桂花正握着陈胜的手，虽仍有泪光，脸却是带着笑的。吃了1片老山参，果然手暖了。老头子，你有救了。陈老太有些讪讪，阿胜居然真的没被保住，嘟噜嘟，那岂不是说他不对？恰在这时，陈老太看到陈宝珠。陈宝珠，我儿子好不容易有一点生机，难道你还要害他？还有那老山参也交给我保管，谁知道会不会被陈宝珠害得没有药效？他眼底闪过贪婪。奶，我要是哒哒，你还想好好站在这里？毕竟我最想搭的就是你。老山参你更别想了，那是我男人的，你有本事跟他抢。陈老太气得差点躺倒，郑航川往那一站就写满了不好惹。东山，你快去把宝珍叫来，你大伯这次遭了难，宝珍是腐女，有她在肯定行。陈宝珠将一切尽收眼底，这分明就是见我爹可能被救活，来摘桃子坐实腐女的名声。奶，这么说陈宝珍来了，我爹就能好事吗？那我求着陈宝珍来，但如果我爹有什么问题，陈宝珍也脱不了干系。林秋心不敢拿女儿的名声赌。娘，大哥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会相安无事的。陈宝珠就是个混不吝，万一陈胜嘎了，他再赖上宝珍，宝珍可是要嫁到市里的，可不能因为陈胜这个人坏了名声。陈宝珠的几个哥哥都给陈胜支走了，所以吴桂花想让郑航川和他一起去，自己的女儿留在家里看几个孩子。可以，我认识的一个镇上的朋友，他有吉普车，能早点到市里。真的吗？真的，他今天休假，本来说晚上过来。那就麻烦你了。宝珠，你在家里看孩子，明天你哥他们就回来了，到时候让他们搭把手。吴桂花风风火火便要走，陈宝珠有些着急。妈，我去，你在家带孩子，我的空间里面有药材，万一发生什么事，我也能帮上忙。你这丫头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听话？陈宝珠是真的急了，倒是郑航川想到陈宝珠给他那根老山参，猜测陈宝珠还有什么救命的东西，才要一起去。岳母，就让宝珠跟我一起去吧，麻烦您在家带孩子。川子，宝珠这孩子不太靠谱，万一闹脾气要走。郑航川这才明白吴桂花阻拦的原因。宝珠不会的。昨天他已经给了陈宝珠机会，但他没走。现在陈胜重伤，陈宝珠都能冒险将野山参交给他舅岳父，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走？女婿都这么说了，吴桂花也不好拒绝，终于松了口。你不要我们了。正听吴桂花叮嘱的陈宝珠感觉后背发凉，回头便对上小石头的眼神，心欲发寒。原本陈宝珠只觉得小石头有点心理受伤，现在看情况比他想的要严重很多。娘，你等下。陈宝珠走了过去。怎么了？你要把我们送人，你是坏人。小石头倔强的想要擦掉眼泪，但眼泪却越流越凶。瘦瘦小小的孩子真的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吴桂花都觉心酸。陈宝珠矮下身，一把将小石头抱到怀里。这里是我娘家，我父亲重伤要送去市里。小石头，麻烦你这几天好好照顾妹妹，帮我照顾我娘，可以吗？小石头那聪明的小脑袋瓜也有些转不过弯。神什么？求求你了！小石头傻了，我妈竟然求他。小石头汹涌蓬勃的力气就这么被压了下去。我才没答应你。是我求你的。小石头被他笑的感觉怪怪的，他并不知道，在郑航川眼中，他就像被安抚好的小猫咪。谢谢。我说过，小石头也是我儿子。这时，小鱼走过来，冲陈宝珠伸手。爸！郑航川没想到小鱼又说话了。这次不能带着你们，等下次妈妈再带你们去。陈宝珠在小鱼脸上又亲了下，就将两个孩子交给吴桂花。到了镇上，郑航就让顾吉祥开来了吉普车，2个小时，几人就顺利来了市里医院，抢救了1个小时，才把陈胜推了出来。病人流了不少血，全身4处骨折，内脏也出血。我看你们给病人用的人参片是好东西，护住病人气息，再加上送1块，这才保住1条命，不然真是危险。谢谢医生，那我爹是不是没事了？那要看病人有没有发烧，今天观察一下，如果明天不发烧，问题不大。再就是他的腿受伤有点久，天又冷，以后要看恢复情况。会走路不灵活吗？很大可能性。陈宝珠有些难受，他爹一辈子要强，还是大队长，虽然50了，但干起活来比年轻人还能出力。如果腿脚不好，他会难过吧？原书中没提陈胜，只是在后面有人跟女主提了一句他大伯一家死绝了，都是因为欺负女主的报应。陈家没有人参，恐怕陈胜直接就嘎在了家里。陈宝珠的心沉甸甸的。如果发烧会怎么样？主要是昨天下雪，原本应该到的消炎药到不了，如果发烧没有药就很危险。当然也不一定，只是缺少药物对陈宝珠来说反而不是特别难的。他的空间里有大把的药。郑航川推着陈胜去了病房，陈宝珠跟郑航川说了想出去买东西的想法。好，我照看爹。城里虽然治安好一些，但还是要注意，如果不认路就多问问。郑航川的这声爹让两人之间多了几分牵绊，就好像真的夫妻。那个小姑娘运气真好啊，出门就捡到钱，还是100块巨款。关键是人品好，把钱还给人家了。这样的小姑娘，难怪找个那么好的对象。陈宝珠听了一耳朵，没太在意。供销社虽然比不上现代大超市，但物品算齐全。陈宝珠先给2个孩子买了线衣线裤，各买了1双儿童棉鞋，1双军绿色的单鞋，一共花了19块钱。空间里有怀旧商店，有这个年代流行的军大衣和皮衣，所以他就没买。正要走，却听到惊讶的叫声。陈宝珠。陈宝珠回头就看陈宝珍惊讶地看着他，而陈宝珍身边的年轻人赫然就是庄雨行。陈宝珠微挑眉，原书中跟混不吝胡作非为的恶毒女配陈宝珠不同，陈宝珍拿的是锦鲤剧本，走到哪儿都会好事发生。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宝珍的运气也越来越好，被人夸赞。陈宝珠，你都结婚了还追着我跑，你有羞耻心吗？同志，你没事吧？我到供销社就是跟着你，大家都能看到是我先来的，结果却成了我跟着你。庄雨行，你不止脸皮厚，脸还大。陈宝珠，本来以为男主起码聪颖睿智，结果却连这点气都沉不住。这位女同志明明是先来的，小伙子，你适可而止。对啊，来了就说人家跟着他，脸呢？庄雨行涨得脸通红，一旁的陈宝珍微微皱眉。陈宝珠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了。之前的陈宝珠虽然漂亮，但空有外表，实际上就是个蠢货。可今天陈宝珠却3言2语就让周围的人对庄雨行印象不好，这可比骂人更难。奇怪，按理说这时候陈宝珠应该已经消失了才对，怎么会出现在市里？姐，之前我在楼下捡到100块钱，你是不是知道了才故意过来的？陈宝珍露出无奈表情，温柔的嗓音却说着可以让人身败名裂的话。你逃婚逃到市里，
我跟雨行也不可能帮助你，毕竟婚礼已成，你已经是川子哥的妻子，不能因为他有孩子又穷就悔婚，没铸成大错，还是赶紧回去吧。啊，我想起来了，之前就是这位女同志在楼下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100块钱。这位女同志拾金不昧，还到处找失主。这么说来，女同志你真的是跟着这2位同志来的。这个年代人很淳朴，对品行好的人自然信服，只是瞬间形势逆转。小姑娘，结婚了就要以夫为天，好好照顾丈夫才对。孩子又不是突然有的，既然决定当后娘，就要当好。你跑到供销社来胡乱花钱，这可不好。女同志，之前拾金不昧的人就是你啊！我专门为你而来，想问你要不要接受采访？庄雨行很高兴，之前没人看到，钱就留下自己花。今天我想在庄雨行面前表现自己，当然要找到失主。采访当然可以，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我姐的事。逃婚可是会毁了2个家庭啊！同志，请你家庭为重，赶紧回去吧。陈宝珍眼底闪过一抹得瑟。大家说的对，我也觉得结婚了就要以家庭为重。这不，我来给我男人和孩子们买点衣服和鞋。陈宝珠拿起包裹，一脸娇羞。之前骂陈宝珠的几个人才知道错怪了她。供销社的成衣多贵啊，舍得给丈夫孩子买，又怎么会逃婚？抱歉啊，我之前还以为你不首付到逃婚。陈宝珠表示理解。姐，你逃婚就逃婚，怎么还骗人？之前你就说非雨行哥不嫁。陈宝珍一口一个雨行哥，我想问问你，你们是什么关系？我可不知道我有个妹夫，难不成你们是私奔？陈宝珠，你别胡说，我跟宝珍之间是纯真的革命友情。哦，所以你不喜欢他？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么不知羞耻，满口喜欢不喜欢？妹妹，一个男人连大声说喜欢你都做不到，你确定要跟他过日子？陈宝珍的心刺了下。前阵子铁路坏了，咱们镇上到市里的车3天一趟。陈宝珍暗道不好，想打断却已经晚了。我记得车昨天才走，也就是说你昨晚跟庄雨行过夜了啊？瞬时一片哗然。一向最擅长庄正派的陈宝珍第一次控制不住表情。没有，我是今天才到的。宝珍住的是招待所，又不是我家。2人听到对方的话都觉不好，陈宝珠却笑起来。看来拾金不昧的大好人也会撒谎啊！陈宝珍脸上温柔的笑再也挂不住。姐，你就一定要害我吗？我跟雨行真的是清白的。清白的过了一晚而已。陈宝珍脸色愈白，委屈的咬着嘴唇。庄雨行心疼的不行。宝珍，我们清者自清。既然清者自清，为何要说谎？陈宝珠不再理会，转身就走。突然，一个售货员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主人，有位穿着花袄、特别漂亮的女同志，在我那买了孩子的衣服和鞋子后，捡到了一个布包，直接交给我了。现在失主找到了，要感谢他呢。里面有1万多块钱的票据，要是真丢了，每个会计就要去跳楼。众人都想到了刚刚的陈宝珠，她的形象一眼就让人难以忘记，和售货员形容的一模一样。一旁的陈宝珍格外尴尬。同志，你刚说要采访我，我现在刚好有时间。那个是我弄错，不需要采访你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他要赶紧去看看能不能追上陈宝珠，这样的人才是他们要宣传的。谁都没注意到，不远处一个气质出众的中间人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做好事不留名，性格还爽利不被欺负，这样的女同志跟川子才更般配。可惜呀，川子却娶了那样一个毒妇。王伟是东北最好的外科医生，刚好这2天来为基地一个小战士做手术，明天就会离开。这是给你老丈人的，老人这次遭了罪，应该吃点好的。之前你也帮过我很多，别客气。快给我爹看看。爹，这么快就改口？王伟不敢怠慢，看了病历，又做了检查，诊了脉。手术做得不错，骨头都正好了，麻烦的是失血过多和内脏损伤。你是给你老丈人用了人参吧？人参吊着命，后续恢复也会好。我再开点药，防着感染。你要自己熬，只是这腿需要好好治，不然很大可能会瘸。不管多少钱都治。川子，你老丈人年纪大了，现在只是腿脚稍微不太灵便，没必要非要治好那么贵。他自己亲生孩子，估计都不舍得。他肯定会治的。王医生，你帮我写药方。你说你这好好的汉子，怎么就娶了那么个媳妇儿？他爹都这样了，结果他不来就算了，他家里人都没来一个，里里外外都是你，也太欺负人了。就这样，你还治什么？我媳妇跟我一起来的，她出去买东西，一会儿就回来。出去买东西，该不会是出去玩吧？川子，你真的没必要委屈自己。我今天见到一个特别优秀的姑娘，只可惜也结婚了，不然介绍给你刚好。陈宝珠真没想到，自己回来就听到有人劝她老公离婚。王医生，别的姑娘不管如何都跟我没关系，
我媳妇就很好。陈宝珠只觉心里那点怒气瞬间消散无踪，剩下隐隐的甜，直接推门进去。川子，有客人啊，刚好我买了点茶叶，你泡点茶吧。买这么多太沉了，你想买下次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别累着自己。我不累。王伟哪里想到，第一次背后说人坏话就这么被人碰到，当下尴尬的不行，但他说的都是实话，并不心虚。谁知回头就对上陈宝珠那张艳丽的脸。是你就是川子媳妇儿。对，有什么问题吗？杭川，你别光招呼我，让这位同志坐。郑航川嗯了一声，拿凳子给王伟。王伟哪里顾得上坐，他上前看着陈宝珠，生怕自己认错人。你买的这些是给川子和孩子的东西吧？杭川，这位你不介绍一下？这是王伟，是北三省最出色的外科医生，我请他过来给爹看一看。王医生，你好，我父亲的腿愈后不是很好，您能不能帮忙看一下？王伟都觉得自己可能被打，结果是这，果然是他觉得人品好的小姑娘。王伟更高兴了。之前川子也跟我说了，你父亲的腿确实受伤比较久，而且有冻伤，但如果想要根治到跟之前差不多的程度，需要花的钱比较多。川子说要治，你怎么想？肯定要治，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一共3个疗程，算下来药费要300多块钱。300多块是市区一个职工1年的工资，陈家4个壮劳力1年也存不下100块钱，300就是3年。钱不是问题，不知道王医生能在这里待多久？我好筹钱。我等下就走。王医生不能多留1天吗？只要1天就行。郑航川一看就知道陈宝珠的钱不够。我这里有钱。这不太好，我舅舅在市里，我去跟他借一点。郑航川人高马大，站在那压迫感十足，但陈宝珠却觉得此刻的郑航川像极了大狗狗，眼神带着委屈，好像他的拒绝是一件天大的错事一般。川子，本来就是你老丈人的事儿，你拿钱应该，如果你不够，我可以补一点，就这么定了。他冲着郑航川使眼色，生怕郑航川不够积极给钱。王伟毫不犹豫拿了100块出来。弟媳妇儿，你收下，我现在就写药方，这药方一共是3个疗程，等你父亲醒了就可以用药了。王伟很快开出药方，陈宝珠不同意都不行，他只能将那100块收起来，心中暗暗决定要对郑航川和2个孩子更好才行。陈宝珠从包裹中拿出风干鸡和点心给王伟。王医生，你特意来给我父亲治病，却没要诊金，我已经很感激了。如果你连这些特产都不收，我真的过意不去。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王医生，你之前似乎不同意我跟航川的婚姻，怎么后来又改变态度？只能说传言害人。不过我今天在供销社看到你，就知道你不是传言中那种坏女人。弟妹，供销社主任在找你，你要接受采访吗？他转告是怕陈宝珠错过机会。陈宝珠没想到王伟当时居然也在供销社，但他并不准备接受采访。听他拒绝，王伟更觉得陈宝珠品行高洁。传子，弟媳妇是这个，你们以后一定好好过日子，有需要跟我说，我肯定赶过来。昏迷中的陈胜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宝珠逃婚，却被村里那个二混子糟蹋着卖了，而他找宝珠却不小心摔下去，最后没救回来，死了。他最心爱的宝珠被卖到南方，打断了胳膊腿，还要接客，最后死在了脏臭的小巷，无人收尸。女儿和丈夫的死让吴桂花大受打击，精神就有点不太正常。老三出村去找宝珠，但天大地大，他哪里找得见？最后为了救一个小女孩被人贩子捅死。老二则因为休息不好，精神恍惚，开车掉沟里，车毁人亡。那一车祸上万块，因为老二毁了，人家找到陈家要赔偿，老二媳妇受不了，直接回了娘家。老大和媳妇不只要养疯妈，自己的2个儿子，2年时间就累得干瘦，一场感冒就要了他的命，家破人亡。那结局太痛，陈胜几乎都无法醒来。宝珠，爹，我在，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疼？航川，你跟医生问问能不用止疼药。好，不用，我不疼。肉体的疼痛哪里比得上梦中刻骨的疼？航川，我跟医院的厨房说了，让他们帮忙熬点粥，爹醒了你现在去拿过来。宝珠，你以后跟川子好好的，别闹脾气，知道吗？爹，你放心。丽红婶，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老山参肯定能帮我们生儿子，以后你是林叔就有后了。谁成想吴桂花太恶毒了，居然不肯给我们老山参。陈宝珍一阵无语，那可是老珊珊，价值连城。结果这2个人就上门要，跟抢有什么区别？都是亲戚，给点老珊珊怎么了？那种好东西，大伯一个人又用不完。就是。不过大伯也是可怜，他都重伤住院，宝珠姐却一个人在供销社胡乱买东西，一点都不担心。我都不知道大伯居然重病，不然我肯定要去看他的。你是说陈宝珠根本不在乎他爹死活？哎呀，看我胡说什么？我就是怕别人知道了误会宝珠姐不孝顺。婶，你们可千万别说出去。我是想着大伯那么疼宝珠姐，要是别人说宝珠姐
他肯定也会难过的。孙丽红却愈发欢喜。陈胜疼闺女，人尽皆知。要是陈胜不给我们老山餐，我就把陈宝珠不孝顺的事给说出去。陈宝珠一个人逛街，也不带她男人，肯定是私会情郎。冒着风雪进来的三哥陈东旭一眼便看到自己的宝贝妹妹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放开我妹！娘的，什么见鬼的医院，乱七八糟的人都能跑进来。陈东旭却没给他反应时间，直接挥动拳头朝着郑航川打过来。大哥，两个同样高大的男人你来我往，很快就过了几招。这里我看到他进了这个病房。外面传来一阵喧闹，陈东旭脸色骤变，像见了猫的老鼠，直接往郑航川背后躲。妹夫，帮哥应付一下。就是他闯病房，这是个误会，我只是来看我爹和我妹。抱歉，我爹受伤，大哥有点着急。要探病等到可以探病的时间，胡乱闯小心被扭送到公安局去。是。等人走了，陈东旭第一时间走向病床，看父亲呼吸平稳，睡得极熟，他松了口气。爹怎么样？陈宝珠也上前摸摸陈胜的额，烧已经完全退了。他把医生和王伟的话都转述一遍。谢了，妹夫，你放心，你出的钱我们陈家会尽快还给你，给宝珠就行。听到这话，陈东旭也颇为满意。郑航川，我爹的是谢谢你，但你要成为我妹夫，可还没有经过我的考验。陈宝珠突然明白过来，之前是陈东旭故意找借口揍郑航川，可他跟郑航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夫妻。哥，你误会了。我会好好努力，让家里人认可我。大哥，你放心。敢做敢当，倒是条汉子。眼看两人越聊越投机，好像真的成了一家人。大哥，你晚上怎么来的市里？宝珠，你已经结婚，就应该以你的家庭为重。你跟川子都不在，两个孩子怎么办？老大，让他们都回去。我看到人多心烦，哪里能好好养伤？陈宝珠本不想走，陈胜昨晚才高烧，情况还不太稳定，但陈东旭却拉着他往外走，还不忘冲郑航川使眼色。三人都出来，陈东旭才低声道：其实我原本也打算让你们今天回去，也联系好车，10点过来医院这边接你们。出了什么事？是我们陈家没看好孩子，让小石头挨了一巴掌。这事儿哥跟你道歉。大哥，妈跟小石头真没事。没事，不然我昨晚怎么能安心出来？陈宝珠哪里还能待下去？他回了病房，拿出2种药。哥，这个是退烧药，如果爹发烧就吃这个，一次间隔最少6个小时，不能多吃。这是止疼药，爹要是疼得厉害就吃1粒。这2种药是航川托人弄来的，金贵得很，不要给别人。陈宝珠没时间跟郑航川对口供，准备晚点跟郑航川解释，谁成想郑航直接明白了他的意思。大哥，你不要吝惜药，不过我过几天再送来。陈家二哥出车时出了车祸，不但摔瘸了一条腿，连带着车上的货物都被别人拿走了。现在的他不但要养伤，还要还货款。陈宝珠在院子里就听见二嫂娘的叫喊声：杀千刀的啊，我可怜的闺女可怎么活啊？陈宝珠想到二嫂一家的难缠，也皱了眉。许家一家子懒汉，偏偏出了个如花似玉的许朝霞，也就是陈宝珠的二嫂。当初结亲，许家就奔着掏空陈家的目标来的，要了300块钱彩礼，外加1辆自行车，那可是镇上都没有的高彩礼。为此，陈家一大家子4、5年才缓过劲儿来。偏偏许家是同村，朝霞娘时不时的过来打秋风。许朝霞耳根子软，特别听他娘的话，每次都弄得陈家人填补窟窿还一肚子火，但也都看在许朝霞跟陈东阳感情好的份上忍了。我去看看。娘，你放心，我徐东阳一个唾沫一个钉，肯定会好好照顾朝霞，不让她吃亏受罪。你丢了货，坏了车，还不知道要赔几千、几万块，拿什么照顾朝霞？我还是那话，要么给我200块钱，我给朝霞存着，要么就让我带朝霞回去。什么时候你们还清了账，什么时候朝霞再回来。不要，东阳，你就给娘钱吧，我不要离开你。朝霞娘愈发得意，陈东阳闻言就好像被扎了一下子的气球，一下子就蔫了，气恼却又无可奈何。二嫂，我们家现在没有200块钱，不行，你先跟你娘回去吧，反正你跟我二哥领证是合法夫妻，他们也卖不了你，还供你吃喝，多好。陈东阳这才发现妹妹回来了，他想笑，但太多东西压在他身上，又让妹妹看到他无能的一面，最后只挤出一抹比哭还难的笑。哪里来的小弟哒哒？大人说话轮得到你指挥？抬手竟要打陈宝珠，陈宝珠想挡，但另一只手更快，一把抓住朝霞娘的手腕。你动她一下试试。宝珠，你怎么样？崔二妹，你敢动我女儿，我弄死你，信不？崔二妹躺在地上，你女婿把我胳膊弄断了，必须赔我300，今天不给300，我就不走了。放你娘的屁！来，你别走，今天把你全身骨头打断了，我吴桂花赔你300。吴桂花说着就要上前，朝霞娘眼底闪过一抹惧意。许朝霞，你就看着你娘被欺负，
胳膊肘往外拐的玩意。娘，许朝霞看看婆婆，又看看自己娘，陈宝珠的眼神郁冷。陈家家破人亡，大嫂在一家多嘎后，带着4个孩子远嫁，而她这个口口声声深爱二哥的好二嫂，却早在二哥欠债残废的时候回了娘家，后来改嫁一个不错的人家。陈宝珠直接绕过吴桂花二人，直面朝霞娘抓起一旁的凳子，直接把凳子腿掰下来。你干嘛？300今天我出了，婶子你别动，不然我打偏打到脑袋就不好了。你别过来，还他爹，你快来！许昕才下了炕，直接穿鞋跑。朝霞娘傻了一瞬，哪里还敢再停，也扭头就跑。娘，二嫂，你还记得你吃谁家饭吗？宝珠，那是我爹娘，他们挨了揍，已经很可怜了。所以呢，给他们钱。许朝霞觉得屋内所有人一下子都看过来，那些目光让想点头的许朝霞硬是没敢动。娘，你歇一会儿，别担心，爹没事，人已经醒了，大哥在那照顾，不会有事的。几天来终于听到一个好消息，吴桂花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但不等开口，许朝霞却扑通一下在陈宝珠面前跪下。宝珠，我求求你，我不能离开东阳，我会死的。不过就是200块钱，你给我娘，我要留在家里，这钱我以后当牛做马还给你。陈宝珠被气笑了。二嫂，我想你搞错了吧？现在受伤的是二哥，要赔偿的是货车老板，但陈家不欠你娘的，现在跑过来要钱，是许家脸大吗？宝珠，这个家里就你最懂我的啊，你怎么能见死不救？明明家里你最受宠，你开口，娘一定给钱的。我只是不想离开我的爱人，难道有错吗？这都是爱情啊，你一定懂我。不懂，更何况家里真的没有钱，爹出事儿你也知道，钱都用在医院了。怎么可能没有？谁不知道你家有老山参，能卖1000块呢？话一出口，许朝霞就觉不好。朝霞，你家里来闹是为了老山参？陈东阳原本是想着丈母娘可是怕他残废了朝霞没有依靠，要钱防身，结果却是贪得无厌看上老山参。不是的，东阳，我娘都是为了咱们俩呀。那也不能要别人的钱。川子，你放心，你的老山参我不要，更不会要你的钱。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这次的祸事是我闯下来的，我自己扛，不用家里分担。不然他真的没脸见人了。东阳，我心意已决，谁都不要劝了，我想休息。朝霞，你想跟我过就留下，不然你回家去。许朝霞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无声流泪，却没走。乖小鱼，想妈妈了吗？明明是后妈，那就让小鱼叫妈妈，你叫后妈。一副妥协模样，小石头却气得不行。难道就不知道反驳一下我吗？说不准我就跟着叫了。小石头气鼓鼓的想着，下一秒，一只白生生的手握着一大把糖递到他面前。给你糖吃，都给我。都给你，快拿着。小石头犹豫了下，像是试探似的张开手，一大把糖就落在他的掌心。爸爸，你也回来了。郑航川沉默一瞬，感情我这么大块头，小石头根本没看到。看来小石头也是更喜欢娘。娘，我也更喜欢娘，娘也给我糖。你娘没糖，没糖，我也喜欢娘，也喜欢姑姑。表忠心的话惹得一阵哄笑，似将家里的阴云都驱散不少。陈宝珠此时也打开包裹，从里面拿出红肠分给孩子们。明明从包裹中拿出东西，郑航川却发现包裹似乎更饱满了些。宝珠，你跟娘先说话，我回去清理一下卫生。好，注意安全。郑航川看着他的眼神都带着暖，看得陈宝珠心跳都有些快。好。林雪是过来人，在旁抿嘴偷笑，只把陈宝珠笑得脸红。娘，宝珠，你才吃饭呀？有话就说。妹夫，我爹昨晚回去就病了，这会儿躺在床上下不了炕。林医生说，如果能喝点老山参水就会好，咱们都是一家人。老山参我已经卖了。陈宝珠没想到郑航川竟将事儿都揽过去。怎么突然就卖了？雪这么大，你根本出不了村。二嫂，我的老山参怎么卖？你有意见？锋利似刀的眼神几乎将许朝霞震碎，许朝霞脸色刷得白了。胳膊肘往娘家拐的蠢蛋，老山参到了许家，难道能给他半分不成？航川真是个好孩子，有担当，是个老爷们儿。卖了好，以后你跟宝珠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朝霞，你看到我包里的皮鞋了吗？怎么了？你把皮鞋拿走了是不是？那是我给宝珠准备的新婚礼物。我看不错，就穿了。那鞋呢？早上去给孩子们送吃的，娘说鞋子好看，就给娘了。东阳，抱歉，我不知道那是要给宝珠的，我就是想着妈也不容易，所以妈要就给了，你不会怪我吧？许朝霞怯生生地说着，一副陈东阳如果怪她就会哭出来的可怜模样。朝霞，你这几天到底怎么了？又是要老山参，又是给你娘家那边拿东西的。我娘把我养大，难道连一双皮鞋都赚不出来吗？东阳，你有没有良心？许朝霞转身便跑了出去，陈东阳叫都没叫住。陈宝珠也听到了动静，走了过来。
宝珠，对不起，我没给你准备新婚礼物。没事，二哥你快点好起来，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我这里有些药丸，对身体有好处，你一天吃1粒。陈宝珠将昨晚从空间拿出的保健药拿出来给陈东阳。钱的事你别太着急，只要人好好的，其他都是次要的。你这丫头真是结婚就长大了。放心，等你盖房子的时候，我肯定就好了。以后可千万不要玩火了。没问题。此时，哭着跑回家的许朝霞却一眼看到院子里的陌生中年人。你是谁呀？这位是孟主任，专门为了老珊珊来的。主任，您快屋里坐。老珊珊怎么样？要来了吗？孟主任这样金贵的人都为了老珊珊专门来村里一趟，要是拿不出来老珊珊，咱们也没办法交代啊。娘，不是跟你说了吗？不把老珊珊拿到手，你别叫人来。你干嘛这个表情？难道老珊珊你没要到？郑航川说卖了。不可能，这2天村里就没有外人，他卖给谁去？你这个蠢货，人家分明是看不起你。陈东阳都那样了，要是别人早就跑了。结果陈家人就这么对你，连个人参都舍不得给你，忘恩负义啊！那怎么办？这样，你现在回去要不来你不会拿吗？到时候大不了分陈家点钱，让他们还债。可宝珠回郑家了，那正好，等他不在家你就去。不好了，不好了，宝珠，大壮不行了。陈宝珠被吓醒，2个孩子还在睡，郑航川晚上依旧没有在这里睡，他赶忙穿衣服出门。二嫂，怎么回事？大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昨晚跑出去了，现在摔得昏迷不醒。二嫂，求求你，你救救大壮吧！陈宝珠的心都泛冷。大壮虽然是许朝霞的弟弟，但对他还是极好的。找医生了吗？林医生已经去了，说要老珊珊救命。许朝霞哭诉着，陈宝珠也怀疑许家这是为了骗老珊珊，但跟孩子的命比起来，老珊珊又算什么？如果他另有别的目的，那他空间超市的武器也是时候改出境了。我给你看孩子。宝珠，你一定要救大壮。放心吧，大壮呢？在屋里。陈宝珠快步进屋，大壮正躺在床上睡着，面色红润，看着不像有事的样子。陈宝珠还是上前摸摸大壮的头，确定他没事才看向许家人。叔婶儿，大晚上不睡觉，闹这么一出，是有什么事儿？宝珠，大壮现在昏迷不醒，你早点把老珊珊拿出来，孩子早点喝上参汤好起来，岂不是皆大欢喜？欢喜的恐怕只有你吧。小孩子好好的吃不了老珊珊，就是你有老珊珊，开个价，我买了。老珊珊已经卖了，我给1200。陈宝珠不为所动，1300、1500。许新才2口子听得眼睛都快瞪出来。要是我们拿到老珊珊，钱就是我们的，根本不用给陈宝珠。如果陈宝珠敢要钱，我就说陈宝珠跑到我们家来偷男人。许新才冲妻子使了个眼色，朝霞娘趁陈宝珠不注意，一下子扑过去，结果朝霞娘刚碰到陈宝珠，她就浑身一颤，翻白眼倒地。孟主任脸上的笑未来得及绽放，就彻底僵住，甚至不等陈宝珠开口，转身便走。谁知刚走2步就被堵回来。宝珠，你说怎么处理？你怎么来了？我不来还真不知道你们许家居然敢这么算计我们陈家。从今天起，你我2家势不两立。另一边的许朝霞把房间翻了半天也没找到老珊珊，该不会藏到被窝里吧？许朝霞拿着蜡烛上前，随手掀开小石头的被子，结果就对上一双黑的怪异的眸。许朝霞吓了一跳，手一抖，蜡烛掉在被子上，蜡油瞬间点燃被子。许朝霞慌忙就跑，根本不顾2个孩子还在炕上。陈宝珠越走越心慌，刚到院门就跟许朝霞撞到。二嫂，你干嘛？你怎么回来了？陈宝珠顿时便明白许朝霞也参与其中，正要说话，陈宝珠却突然闻到怪异的烟味儿，她悚然一惊，再也顾不上许朝霞，朝屋内跑去。推门而入时，被子已经烧起来，陈宝珠一眼便看到坐在旁边一动不动的小石头，她盯着火，没有逃生的想法。小石头，陈宝珠冲上去，一把将迷茫醒来的小鱼从被窝抱出来。看好妹妹。小石头只感觉怀中一重，就见到陈宝珠抱着燃烧着的被子跑了出去。门开着，风瞬间冲进来，将小石头的神智吹醒。妈妈回来了，哥哥。这会儿陈宝珠已经回来。小石头，你是不想活了吗？你有爸爸妈妈，有妹妹，你还那么小，没有见过这个世界，难道你就不想要自己的生命了吗？这样冷静的陈宝珠让小石头有些害怕。不是的，妈妈，我错了，我以为你不要我们了。小石头，妈妈不走，但不管妈妈在不在，你都要珍惜你的生命，知道吗？生命是很宝贵的。对不起，妈妈。第二天，陈宝珠带着孩子来到了娘家，让小石头和小鱼和墩子玩。他转身去见陈东阳。许朝霞毕竟是二哥的妻子，有些事情他必须要知道。
陈东阳好像早有预料，是不是你二嫂做了什么？陈宝珠有些愕然。我在家，朝霞一直都住这边的，但她这次却没回来，应该是做了什么亏心事。陈宝珠沉默一瞬，还是把许朝霞跟许家的事说了。她怎么能做这样的事？难道我给她的还不够吗？陈宝珠没说话，陈东阳眼神挣扎。宝珠，不管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是哥对不起你，我想离婚。陈东阳眼底泛红，显然做出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多么艰难。二哥，婚姻是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做决定就好。经过了半个多月治疗，陈胜也从县城医院回到了家里休养。他看着满屋子的人，心里五味杂陈。你们都还好好的，真好。我们可不是好好的，倒是你这个老东西，这次遭老罪了。陈胜不禁想起梦中老妻的模样，明明才50来岁，并不算很老，却被压弯了几倍，没活2年。陈胜的心刀绞似的疼。没事儿，老太婆，倒是你看起来老了不少，肯定是心疼我。这话让屋里的几人都笑起来。陈胜看到瘦了一大圈，满脸颓丧之气的陈东阳便皱了眉。小子，不过是断了条腿，怎么这么沮丧？老二虽然断了腿，但因为老板看中，实际上并未被多少账，400、500块。老二自己的私房也够还，肯定是发生什么大事。我没管好媳妇儿。我之前想着，虽然许家做事过分，但朝霞毕竟是我妻子，如果朝霞能改，我们就继续过下去。可我又觉得那样对不起宝珠。见陈胜不接，吴桂花便把最近许家和许朝霞做的事说了。她并未添油加醋，却也差点气死陈胜。欺人太甚，陈东阳这样的是毒妇，你居然还要跟他过日子，我看你是失心疯了。难道你希望你未来的孩子跟着这样的母亲，也学着卑鄙无耻、贪得无厌？陈东阳被陈胜的话砸得原本有些混沌的大脑彻底清醒。许朝霞今天因为你躺在床上欠了债，就对家里人变了模样，你能保证你以后永远顺风顺水，不会再栽跟头？这话戳了陈东阳的心。他一直觉得跟许朝霞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深厚。如果真的感情好，许朝霞怎么忍心丢下他这个伤患一个人？去把许家人都叫来。陈宝珠来的时候，许家人刚到。亲家都说两家是结秦晋之好，那可是最亲的关系。你说我身体一直不好，公分都只能拿5分。如果有了100年老山参，我身体好了，以后孩子们也不用照顾我这个老不死的，不是吗？叔，看你说的，你跟陈家是好，但老山参是老郑家的，你做那些事儿就是明抢吧？杭川，直接报警吧！许新才本就对陈宝珠有阴影，又要见公家，他当下腿一软，直接给陈宝珠跪下。宝珠，输错了还不成吗？你这是要逼死我啊！朝霞，你救救爹啊！陈宝珠看向躲在角落的许朝霞，冷冷的目光让人心凉。宝珠，你这么逼我爹，是说你不是陈家人，要跟我们老陈家断亲吗？朝霞，我怎么不知道你就能代替我老陈家？陈东阳，你有没有良心？那么爱你，你欠了一屁股债我都没离了你，难道我还比不过一个嫁出去的人？要说陈东阳原本心里还有一丝丝幻想和不忍，现在却心冷了。自己的妻子只能同甘，却不能共苦。许朝霞，你确实比不过我妹，妹妹有什么都可以毫不吝啬的拿出来给家里，而你却只想着给自己和许家划来东西。我也不稀罕你这么委屈自己留下，我们现在就可以离婚。许朝霞整个人都傻了，我都没嫌弃你，你居然跟我提离婚？陈东阳，你这个没有良心的负心汉！死过一次的陈胜只想快刀斩乱麻。老二，你们离婚吧。之前你结婚时就私下给了许多家200块，这么多年，许家拿走的也不止300，也不需要追回，就当是补偿了。许新才两口子当下就不干了。不行，不能离婚。我们家清清白白的闺女嫁进来，你们老陈家说不要就不要，这个世界没这种好事儿。朝霞娘更是直接往地上一躺。老陈家欺负人了，把我闺女弄成2手，就想换新媳妇儿了。爹，你虽然是家长，但也管不到儿子房里的事儿吧？我可没犯错，你凭啥让我离婚？他心里也怕。许朝霞突然看向陈宝珠，扑通又给陈宝珠跪下。宝珠，对不起，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爹娘想要老山参，我都是被逼无奈。你要是不高兴就打我，别让东阳跟我离婚，都是我的错，我知道错了。不离婚也可以，那就分家吧。二嫂，你最近不在家，所以不知道，老板那边传来信儿，那些货价值3500，二哥因此受伤，老板赔医药费500，所以还3000就行。这3000块钱是二哥欠下的，二哥你自己还没问题吧？没问题。二哥，大哥成家了，但我光棍一条，我帮你一起还债。我们帮忙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陈东旭捂住嘴。我这个媳妇儿真是跟老三一样冷，心肠还好，但现在说出来，那不是在帮忙，而是在害老二。不行，不能分家。3000块，就算是陈东阳不吃不喝，不给家里交钱，也要还10年，直接压得看不到希望。朝霞，分家吧，只要分家，咱们就不需要离婚了。我保证跟你好好过日子。欠那么多钱怎么过日子？陈东阳，你是不是傻？话脱口而出，许朝霞就有些后悔，她觉得自己应该再说点什么，但陈东阳的眼神让她觉得害怕。东阳，我不是那个意思，3000块钱，全家一起还，很快就还完了，你何必要为难自己？放心，不为难自己，这不是还有你陪我还债吗？许朝霞感觉到抓着她的不是丈夫的手，而是一条绳索，让她还债的绳索。不，我不会赚钱啊，你不是爱我吗？为什么你一定要我过苦日子？陈东阳只看她的脸色便明白她的意思，心彻底死了。朝霞，你放心，我这么有能力，咱们也就苦个10年8年，以后我还是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你不要跟我离婚，好不好？东阳，我不舍得跟你离婚，但我更不想破坏你跟家里的关系。这样吧，我们先离婚，你不要分家，好不好？等以后你跟家里关系好了，我再回来，我等着你。我不离婚，分家就分家。不，我何德何能让你跟家里人决裂？离婚吧，等过2天。其实也不用过几天，我朋友的车等会儿还要从咱们村过，让他把你们捎带去镇上离婚就行。许朝霞正要拒绝，就又听郑航川开口：二哥，刚好你老板让你过去签字画押，从今以后你就真的要背上3000块的账了，你一定要保重身体。许朝霞顿时不吭声了，不再拒绝。行。眼看着事儿定了，朝霞娘又不乐意，想要更多钱。你把之前从我们家拿的东西还回来，我就给你200块钱当买断钱。吓得许昕才连忙拉着媳妇跑了。2个小时后，陈东阳和许朝霞离婚了。这俩孩子看着就稀罕人，叫啥名？我是你们三舅舅。他面相冷硬，皮肤黝黑。陈东升也有些怕孩子会哭，但出乎预料的，2个孩子都只是睁大了眼睛看他。陈东升一下子就喜欢上这2个乖娃娃。这是三舅舅，是妈妈的三哥，以后也是你们的亲人。果然，2个小孩看陈东升的眼神顿时更亲近了。三舅舅，陈东升心都颤了颤。宝宝们，让三舅舅抱抱好不好？2个小孩点头，陈东升便把2个孩子抱到怀中。小鱼盯着陈东升的眼睛看，突然抱住陈东升的脖子，一副很喜欢他的模样。陈东升心都化了。走，三舅舅带你们买糖吃。这货说了要开家庭会议，看到孩子就忘了。正好郑航川赶过来，吴桂花一把拉住他和陈宝珠往屋里去。走，你爸和二哥有话说。陈宝珠进屋后就看到二哥跟他爹坐在一起。宝珠，过来坐。陈胜看着一屋子的人，压在心上多日的阴霾一扫而空。宝珠、川子，这次家里出事儿，你们2个出了大力，一家人不说谢。你二哥拿出1000块来，这500给你。陈宝珠看着眼前一摞大团结，人有些懵。一家人不说谢，所以直接给钱是吗？爹，二哥还欠债，有钱先把钱还上吧。二哥现欠了多少？300。许朝霞要是知道才欠了300，恐怕会立马要回来复婚。这300等过阵子我复工自己就还，不要对外说。宝珠，你受了委屈，之前是二哥不好，没有看好他。你最近也给家里花了钱，这些钱你拿着，是还给你的。我跟川子一共就花了300，这钱拿回来就行。郑航川点头，表示赞成陈宝珠的做法。那就300，老二，剩下700，我做主给你兄弟和妹妹，1人100，你觉得怎么样？爹，这钱本就是给你和我娘的，怎么安排看你们。我口粮不够，平时都是大哥和老三帮忙，这钱应该给。对不起，之前是我太自私，请你们一定要收下这个钱。那我就谢谢二哥了。我看天转暖了，过几天就修房子。我跟你嫂子去帮忙，刚好在农忙前都弄好。二哥，你赶紧把钱还了，好好养身体，照顾好爹妈就行，其他的别多想。本来和和气气的温馨场面，却被陈老太太这个不速之客给打乱了。救命之恩本就是最大的恩情，阿胜，这你承认吧？陈胜坐在那没说话，陈老太很是不满。怎么，你是不认这恩情？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木头，跟你那死鬼爹一样？听他提起爹，陈胜的表情暗了暗。他想到梦中的一件事，但现在还没有求证。陈胜忍不住看向陈丽，陈丽好脾气的笑笑，那面容跟他和他爹是完全不同的类型。阿丽，你是怎么想的？哥，东山是你亲侄子，
就你是天经地义的，没事，你不报答也行。那行，就不给了。陈丽表情骤然僵住，不可思议地看向陈胜。大哥，二叔，怎么？实际上你还是想要报答，对吗？这只是东山的一片心。言下之意，当大伯的却不是好心。陈胜，你这个没良心的，当初就应该让东山别救你这个白眼狼。他一拍大腿就开始哭诉陈胜从小就心硬，说陈胜不孝顺，后来还生了陈宝珠这个哒哒哒。娘，陈胜的音量大的陈老太都吓了一跳。你如果再骂我闺女，我就让东山在家里好好反省反省。身为老师，却放任奶奶搞秘密，怎么能教育孩子？陈胜冰冷的目光让陈老太骤然明白，陈胜并不是在开玩笑。陈东山吓坏了。奶，你别骂宝珠。反正东阳离婚了，宝珠也出嫁，你们就这么2口人，根本住不下这么大的房子。而东山要结婚，陈胜，你跟阿丽把房子换换，东山就不用再额外盖房子了。陈胜等人都以为听错了，吴桂花气得眼眶通红，身子都抖。娘，你是要用4间土屋换我们6间青砖房？你们这样太贪心了。我就知道你心里没有阿胜，阿胜一条命那可是无价，现在只是换换房子，让东山结婚而已。要我说，除了房子，还要再给200块钱才行。东山的媳妇儿可是知青，彩礼必须给足，我们家才有脸面。这次一起弄到手。大哥，东山都这个岁数了还没结婚，现在好不容易找了个知青对象，如果就因为房子让人不满意不嫁，那真是亏大了。陈胜他明明已死过一回，仍然还是止不住悲凉。阿丽，从小是哥把你背在身后照顾长大的，本以为是娘太偏心，还对宝珠不好，才造成2家关系陌路。实际上陈丽却真的没有良心。看陈胜不说话，陈丽莫名的心慌。大哥，要不然只换一阵子，反正到时候住进来，我们不走，大哥还能赶人不成？什么换一阵子？我生他养他，住他房子怎么了？老大，反正你们家2个残废，也用不着这么多屋子，今天就直接换一换。不行，我不同意换房子。他就要上前，但还没动，陈老太直接往地上一躺。天老爷啊，大家快来看看啊！居然有人欺负我这个老太婆，没有天理了！吴桂花根本不敢上前，只是气得快要吐血。娘，您随便闹，房子是绝不可能换的。老大媳妇儿，去找林医生来。要是你奶奶苦累了，就让老林给她扎扎针。陈宝珠颇为惊讶，记忆中我爹是个很孝顺的人，只是因为不满陈老太说原身是哒哒哒，所以才分了家。分家是吃了很大亏，不说之后每一次跟二房冲突，我爹也都多有退让，不然我娘不会那么悲愤难过。结果现在好像爹变了。吴桂花惊讶过后便是狂喜，你这个哒哒！娘说我不孝顺，那以后每个月10斤细粮，5块钱都停了吧。陈老太一噎。东山，你跟我说说是怎么救的我还有点意识，咱们俩对一对。正要说话的陈东山却脸色骤变，他低着头一拉陈老太便走。大伯，我来劝劝奶奶。陈老太最疼的便是陈东山，虽然不愿意，但就这么被拉走。爹，难道陈东山救你这件事有水分？陈胜摇摇头，面色疲惫，最终什么都没有说。下午，陈宝珠往县城赶去，远远就看到了一个中年男人朝他走了过来。那熟悉的面容让陈宝珠瞳孔紧缩，那赫然是当初要买他弄去南方的拍花花。小姑娘，跟你打听个事儿。什么事儿？这个女人真漂亮，直接卖了才是亏。要是弄到港城去，我就发达了。你知道许新才家在哪儿吗？谁？许新才。我今天来是相亲的，媒人本来要跟我一起来，结果突然肚子疼，就让我自己过来了。我找不到地方，你能不能带我去啊？人贩子来相亲，该不会是要把许朝霞也拐走吧？就算再不喜欢许朝霞，陈宝珠也不可能见死不救。我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人就是人贩子，除非人赃并获。可以啊，刚好我也要去许家。他冷着脸，一副要去许家找人算账的模样。小姑娘，看你这模样，跟许家有仇。陈宝珍原来消失2天，就想故技重施，把我卖了，甚至还搭上许朝霞。陈宝珠眼神愈冷，